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要做的科目是这颗编号20121从新北市来的这个红色 W126上面拆下来的分油盘。那大哥已经把它洗干净了，所以看起来相当漂亮，相当干净。那跟原先我们照片上面看到的那么脏兮兮的，是已经截然不同了。这个分油盘，大哥发现说，它的出油量是0，怎么讲呢？我们也就是它不出油。大哥打开电源，然后我们来看它的这个油压，上下油室的压力差都在标准值，也就是说我们的插压阀目前是在正常状态。也就是它插压阀也是它原来的插压阀我们就是整组我们来做个测试。为什么这部车子发不起来必须做拖车到这边来找张大哥。好，我们来试试看目前是在开机状态。照正常的分油盘，如果引擎发动的时候，因为有负压，它会往下吸。把这个车流板往下吸的时候，它就应该要出油，但是大哥示范给你看，它完全没有出油，有看到吗？这完全都没有出油，这个6个孔完全都没有出油。到正常是应该在这个怠速大概是这个样的开度，它油就应该冒出来的。那如果加速的时候，它油应该往上冲。那等张大哥把它维修完成以后，我们再来看看它正常的状态大概是怎么样？不过，大哥从它这个外观来判断，它这个它的上下油室的薄膜跟原厂的组装的不太一样。也就是说，原厂组装的不应该露出这么多。那很明显，这个分油盘是有经过别人拆装过了但是，所以说大概看起来跟标准的分油盘原来的分油盘是不一样的。原来分油盘不应该说这个薄膜露出来的，我不知道它这个薄膜到底是有更换过还是怎么样，我们不清楚。而且我们看到它这边还有这个刻字很明显这个是有经过人家拆装过了。无论如何，等张大哥把它拆开，我们再来看个究竟。大哥已经把这颗分油盘已经打开了我们来看看这颗分油盘的编号是20121就是我们刚刚在机台上面测的它没有出油量的那一颗。我们看到这个分油盘真的是很糟糕的，你看它这个陶瓷片这东西已经破损了
这个陶瓷片也是破损的。哦，这表示说它在组装的时候，啊，是非常有疏忽。我们看这里面是非常脏的。因为而且这个脏成这样子，以大哥经验来讲，感觉上是蛮不可思议的。因为一般脏应该不应该脏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它这个抹片，这抹片应该是没有破。如果说抹片有破的话，它应该要漏油，一开一送电就7号泵一打，它就应该要漏油的哦。目前看起来，我看零件都没有缺哦。组装的话，零件都是完全没有缺。那这个抹片已经不是原厂，但很明显抹片已经更换过了。但是最要命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个陶瓷片都是破损的。所以说这个技术拆装、组装的这个问题也是蛮令人很麻烦的。我们看2021，好，等大哥把这个分摇盘我们把它组装好了以后，我们再来做上机台做个测试看看它是不是能够恢复健康。OK。刚刚大家都有看到大哥在维修这颗编号20201的宾士 W126，台北新北市来的红色的这部 W126的6缸分油盘的维修过程。我们在故障的时候，我们有看到当大哥把电源打开的时候，引擎一发动，它负压把侧流板往下吸的时候，它完全都不出油。那现在我们来看看，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呢，它的出油状况。刚刚我们有看到他在这个整修过程，大哥在整修过程当中，那有它的这个安装上面的疏失那所以是很多的那个陶瓷片都破损了。那经过大哥再补充新的组件之后呢，那重新调校。那我们来看看，大哥把电源打开咯。我们来看看大哥如果把侧流板往下压，也就是引擎发动负压产生的时候，是不是会出油？好。加油！有看到吗 ？OK， 加油！对，这才是正确的。那刚刚在故障的时候，大哥怎么使劲的往下压，它就是不出油，所以引擎根本就发不动。等一下我们会来做一个完整的流量测试。现在来做一个完整的流量测试。第一部分是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第二部分是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好，我们现在开始打开电源，定时器，好，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这个分油盘在还没有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根本就不出油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分油盘事前原来它已经被人修理过了。它因为安装的错误造成里面的零件破损，所以它完全都不出油。经过大哥更换了一些零件之后呢，我们现在来看它的测试。这个分油盘它的标准的出油量1分钟应该在160到170之间。当然不出油它根本就发不动了。所以这部车子其实它是坐专车过来找
大哥的啊。虽然新北市离大哥这里台北市还不远，但是事实上还是过不来，只好坐专车。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我们看到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165，第二缸165，第三缸165，第四缸170，第五缸160，第六缸170。厂方要求误差是15%，那我们这次测试下来的误差大概是在5%左右啊，算成绩相当优秀。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编号20121的 W126 300SEL 6缸飞油盘的第二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开始。由于这个阶段的测试会影响到测试结果，会影响到车子怠速的稳定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测量它在怠速的时候，它的出油量是不是也是达到我们误差范围以内，而且是非常的平均。那由于整个测试过程长达10分钟，所以影片会分成2部分。等时间接近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我们现在进行的是这颗编号20121的6缸分油盘的第二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因为这颗分油盘，我们刚刚看到，大哥花了时间把它，在做细部分解的时候，有做一些影片跟照片的记录。我们看到它，因为有被拆开来组装，然后在安装的过程，并把里面的零件损害了，造成它没办法出油。那现在目前我们进行的就是这个测试呢，就是来了解这个分油盘到时候在车上它的表现。由于 W126 都已经超过30岁，如果以人的年龄来讲，应该有80、90岁了，但是老当益壮因为汽油胶质、油箱污染所造成的分油盘油路的堵塞，这是每一部老车必经的过程我们能够把它弄好就使得我们的老车能够很快乐的跟我们一起出门一起旅行一起度过快乐的时光当然整修过之后，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整修过之后呢，如果再堵塞，应该在20年以后吧如果油箱不再污染的话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195，第二缸195，第三缸100，第三缸190，第四缸195，第五缸195，第六缸也是195。这个测试的成绩相当优秀，几乎误差在3%以内，跟厂方要求的15%。